早上好，朋友们，我是德国老鹰。我和本尼正在欧洲房车自驾游。我们昨天晚上露营在塔拉戈拉附近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吸引我们来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它的小城是中世纪古城，我们可以去参观。第二个呢，它就在海滩边上。这个西班牙小镇会带给我们什么新鲜感？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从我们露营地过来就是一座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西班牙小镇的一个风情了。右边是椰树林，因为它在海边嘛。左边呢就看得到山顶上就是一个教堂。小镇现在还是有鲜花盛开，树叶倒是也掉得差不多了。小镇也是满满的度假风这个椰子树看起来就像是度假的味道。其实今天是西班牙的一个节假日，名字呢跟宗教节日有关，但是度假小镇就不一样这边的咖啡馆、餐馆还是开着的。小镇的步行街上保留的就是这些老的建筑。你看这栋房子是1762年建造的。继续顺着老街往上走，拐个弯。这个城门其实不算小穿过这个城门，就看得到这个老城的这个城垛子。从这个围墙这个门进去这个部分呢，就是曾经最古老的一部分的老城了。果然这里的房子给人的感觉更加的古老。看看这边的这个街道，这是完全是古镇的感觉这里就是镇政府的办公的地方。左边就是这个镇的一个标志，右边是这个地区的。现在马上也快圣诞节了，你看它这里也是有很多圣诞节的装饰。这个小镇来的游客其实还不算少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教堂边上的一个王宫，这个王肯定是个很小的王，你看它的房子也不是特别大。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小国林立，自己有块封土的话呢，就可以成立自己的一个小王国。从教堂这边往山下看，就是大海，这个地方视野非常好。现在看到的左边就是这个王宫的一个全貌，它的颜色会更深。那这个教堂应该是后面修建的，教堂的颜色更浅更新。刚刚本尼说他这个房车的警报器响了，现在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状况。现在赶紧的回到房车的位置去看一下。现在我也完全没有心思参观了，现在不知道这个房车有什么问题，所以赶紧的回去看一看吧。我们房车里面其实是没有值钱的东西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我们的窗户打破了或者门打破了，保险公司会赔，但是呢，它是超过1000欧元会赔，所以我们自己呢就要先付1000。看来是时候要给我们的房车装一个监控摄像头了。这样的话，在收到警报的时候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摄像头，看看房车里面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马上再赶回房车里面去查看。刚才走出来的时候觉得路好近，现在往回走怎么觉得那么远走得太急了，走岔了路，现在又绕回来。其实前面马上就过桥了。其实过了桥就是看得到我们的房车了。
你已经先到了，看。现在呀，本尼把这个太阳能板拿出来，给我们房车充一下电。他现在没有兴趣再去教堂那边参观了。但是呢，刚刚我听到说房车有警报啊，我就赶紧回来了。教堂那边我都还没有看完，还没拍完。等会儿我再去教堂那边看一看，本尼就可以在房车这边等我了。本尼把这个太阳能板呢再擦干净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太阳能的功效会更好，可能电会更多吧。刚才警报器响啊，有可能是有人想动我们的房车，然后被警报声音给吓跑了。不过本尼也没有兴趣再去参观教堂了，他就想坐在这里静静的喝杯啤酒，欣赏一下风景。OK， 刚刚急着从山上跑下来呀，哎呀，又出了一身的汗。你看，我也脱掉了个厚衣服，本尼甚至穿上了那个短袖衣服。这个房车旅行啊，有的时候难免有焦虑，比如说房车被盗的焦虑，或者说用电的焦虑。其实我们房车的焦虑呢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是万一发生了的话呢，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最多赔1000欧元，我们买了足够的保险。第二个焦虑呢就是用电的焦虑。这个焦虑呢，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有的时候哈，就是说，露营地里面没有充电的地方，或者呢太阳不好，我们通过太阳能板呢没有足够的这个电，但是呢这个焦虑呢也可以克服，就是说我们事先呢也知道，在房车里面用电啊，它是没有那么完美的。那如果电不够的话呢，我们就要节约用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抵抗这些焦虑的。总的来说还是觉得非常的安全，然后对这种生活方式还是挺满意。哎，我现在又要出发了，去山顶的教堂。现在把这个太阳帽戴起来了。在欧洲哈，戴帽子啊，就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怪。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有点太晒了，还是把帽子戴上吧。我现在在外面旅行啊，就不会觉得入乡随俗特别重要。比如说这个戴帽子的事情，当地人冬天的时候是肯定不戴这种太阳帽的。那我呢，我觉得遮太阳还是挺重要的，那我就戴，我不管他们怎么看。我相信啊，这也是有一个接受过程吧。就像疫情开始的时候，欧洲人啊看我们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东亚人戴口罩，觉得很奇怪。可是现在经过疫情3年，这边的人戴口罩，觉得也很普遍了，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终于又回到了教堂附近了，这就是我刚刚要赶回来的原因。这个角度啊，看教堂和这个小王宫，这个是最好的位置。这里才是看教堂最好的地方。其实它最美的是它这个外形。难得再回来，现在让我跟这个教堂和皇宫合个影吧。这个角度啊，就跟刚刚看到的城市徽章是一个角度，这也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教堂的样子。现在回到我们的房车这，Alles gut bei dir? Alles gut. Okay, super. Ich bin fertig. 现在开始我们的傍晚散步，左边是大海，右边就是村庄，然后最高的地方是教堂。这里是海边上的一条河，但是现在河水的水位不高啊，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小湖泊了。这边的野鸭还挺悠闲。今天晚上散步值了，可以在夕阳下看城堡。这座城堡啊，是刚开始修建于11世纪，所以呢，你看它的这个拱形的窗户哈，它是罗马式的建筑结构，但是后面哈又逐渐进行扩张，所以它后面又加入了很多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从1681年开始啊，它是被一个美国的巨富给购买了。现在这个城堡呢，是由一个集团在经营。
这里是叫多功能厅，所以呢，它也可以出租举行私人的婚礼。这就是很多人梦想中的城堡婚礼。哇，在海边的城堡婚礼多迷人啊！如果有对城堡婚礼、城堡场地感兴趣的啊，请在下方留言，我可以给你们地址。这里还有专门等着拍夕阳的摄影师。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又被山头挡了。这个溪，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前面那个山头去看。这个海边的路也不是特别好走哈，这个全是被这个海水腐蚀了，千奇百怪的道路。还有在这里跑步的人，啊，厉害！那不给，今天就坐这里看夕阳。本地坐的太靠近悬崖了，我就要坐近了一点。太美了 ，Bernd, ich kann für dich ein Foto machen, das ist wunderschön. 太阳还有一丝丝，一丝丝，马上就要落入海里去喽。太阳下海喽，我们现在也要回去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留言。朋友们再见，下个视频再见。